欢迎来到黎春正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王一博的演技又炸裂了，3月快见底，怕是挖不出个好剧了。今天照样聊一部一言难尽的央视力挺的谍战剧《追风者》，王一博、李沁、王阳主演，阵容很吸睛，热度很抢眼，水军很给力，瞧这夸的，我几乎要怀疑咱看的根本不是一部剧。当然了，角度不同，观感就不同。如果你是用谍战剧的方式打开它，很抱歉，直接划走。如果你是用哥哥好帅的方式打开它，很抱歉，您把我划走。如果你是纯路人视角，就想找个电子榨菜，那有一说一。01追风者的故事很简单，大男主魏若来，王一博士，从国民党中央银行的普通职员一路打拼，追寻信仰，最终逆袭成我党经济战线上独当一面的红色金融家的故事。故事的背景设在1930年的上海，外面的局势动荡不安，我们的男主也还是个菜鸟。他住在七宝老街的出租屋里，虽一贫如洗，但志向远大，一心想要进入中央银行，因为这里是金融界天花板，是他一个穷学生能想象到的最远的地方。七宝老街住着的多为贫民，镜头扫过去，一股子老上海的味儿。镜头一转，男主就被房东周一薅去了股票交易所。作为这条街上难得的知识青年，他自然是香饽饽。交易所里人头攒动，变幻莫测的股价，随机决定着普通股民的生死。这一切的背后，都有个幕后大佬在调控央行的高级顾问沈图南、王阳氏。从一出镜就是乌云般的压迫感便知，这位大佬是个狠角色，不当菜鸟男主的专属伯乐可惜了。毫不意外的，他慧眼识珠，从一众考生里选中了男主作为他的私人秘书。转眼间，师徒俩就并肩搞商战，在股市里叱咤风云。这背景，这腔调，是不是跟《繁花》很像？你别说，你还真别说。想当年，宝总穿上西装，从空手套白狼的屌丝做到上海版盖茨比，如今魏若来穿上西装，从七宝街小瘪三转身成为了王一博。是的，瞧这气质，他既不像上海滩金融大鳄，也不像我党的热血战士，只像舞台上的巨星爱豆。当然，这部剧并不是低配版繁花，在商战之外，他还穿插了一条谍战线。在为央行卖命的过程中，男主会逐渐见识到国民党金融领域的诸多腐败与黑暗，经历过内心的种种挣扎后，他会被马克思主义指引，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。那么，他最终会与伯乐分道扬镳，高处对决。而咱们的女主沈近珍、李沁氏，亦是一位共产党员，作为沈图南的妹妹，她最终也会站在哥哥的对立面。人物冲突是有了，戏剧张力也够，谍战加商战的双线模式，走的必然是高燃路线，没有不好看的理由啊。遗憾的是，好好的故事讲着讲着，就成为大男主爽剧了。02爽剧不可怕，围绕着某一个人的爽剧才可怕。这就意味着，除了这一个高光人物之外，其余的人都可以往后烧一烧。追风者在男主身上开的挂，不能说是过分，只能说是离谱。咱男主是个穷人家的孩子，却是个寒门天才，他边打工边上夜校，读了会计专业，虽然只上了1年半，
但却在1周内把黑帮里老账房先生多年来的假账揪得一清二楚。作为男主出场时的高光场面，这可以理解。问题是，这天才的人设往那一摆，后面就收不住了。男主想要进央行，编剧大笔一挥，没问题。于是，他穿着寒酸的衣服出现在一大堆富家子弟们中间。巧了，这帮富家子弟都是废物，只有他一个人有着真才实学。负责招聘的沈图南不想走常规的考试路子，他要考验考生的临危不惧的能力，大难临头时的德行。于是，他就安排人在考场放火。是的，在银行内部就放起火来了。只见别的考生都捂鼻子慌忙逃生，唯独男主坚持留下来把题答完，并且满分。逃生的过程中，他不仅找到了预先设定的出口，还把别的考生也带了出去。假装晕倒在走廊上的阿姨，他也顺带救了。听闻资料室起火，他还利索的把火灭了。这属于是从成绩到人品，样样满分了。豪门虽不乏纨绔子弟，但品学兼优的人多半也是出自豪门，尤其是在那个时代，凭什么这帮孩子的综合素质比不上一个穷学生？我不懂。总之，凭借这次表现，男主得到了被沈图南单独面试的机会。为了表现男主的过目不忘，他随手翻了翻账本，就能把油价记到小数点后几位，并且还扒出了账本中的猫腻，说是有人虚报了油钱，而整个央行竟然没人发现。众所周知，学会计跟学金融不是一回事，但咱男主不仅在盘账上无人能及，转身就在金融领域牛逼哄哄。那次面试，男主因为背调不合格，没有被录用，于是他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回到他寒酸的小黑屋里，他突然开启了脑爆模式，把时事新闻与股价走势联系在一起，轻松猜出了沈图南在背后下的那盘大棋。央行大佬的算盘被一职场菜鸟整得明明白白，一时间竟说不清到底谁是菜鸟。顶着大男主光环，他不仅在智力上开挂，运气上也是丝滑到底。看似平凡的七宝街，藏了个让沈图南见了都毕恭毕敬的大神。他不仅在男主低落时为他指明方向，还有意在他身后助他一臂之力。在他传递情报陷入险境时，有女主出现为他解除危机。当他为保护央行财产，被人用枪顶着崩脑袋的前一秒，沈图南突然出现，强行保人。这金手指用的毫无节制，妥妥的爽剧大男主一枚。好就好在，这剧还有个反派塑造的不错，那就是侦缉队队长林乔松。以往的正反派斗争，反派多少像个250，要么肚大腰圆看着油腻，要么智商常常掉线。但林乔松不同，又帅又狠又疯批，智商还高得吓人，基本上对方一有动作，他立马就能反应过来。一个强大的反派能让谍战剧极有看头，但这也意味着编剧要有能力把主角塑造的更牛才行，可咱编剧的能力也只能到此为止了。为了给自己台阶下，这位大反派虽然各方面都很强，偏偏是个恋爱脑，每到关键时刻，女主的美人计总能用上，于是男主就能顺利逃脱。没得聊，真的是没得聊。所以喜欢看谍战剧的老铁还请绕过，这部剧从本质上看，就是个套路化的爽剧。03，最后聊一聊演员的问题，实在是争议太多。首先是李沁演的女主，一个共产党人，一个六边形战士，人设比男主还浮夸。她出身名门，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，
一身本事华丽到吓人。百步穿杨的狙击手，在柏林开演奏会的音乐家，军工厂女工程师，易容变装大佬，并且人缘好到爆棚，既能让哥哥沈图南宠到爆，还能让大反派林乔松神魂颠倒。然而他的形象是这样的，且不说演员本身的瘦小能不能扛得住狙击手这样的人设，在某些情绪上的处理，他也太出戏了。比如说同志牺牲，痛心是正常的，但也没必要痛到发癫，说一些无脑冲的胡话。为了表现他的无畏勇猛，他常常像小女孩一样向上级请示一些根本不理性，完全就是送人头的任务。这样的女主，这样的演绎，恕我接受无能。王阳，书圈天才，西装暴徒，演技没话说。沈图南这样的角色，他也不是第一次拿捏了，整个透出来的气场就一个字稳。但缺点也在于，他太稳了，不出错，也没有惊喜，加之剧本不行，这个角色的魅力比叛逆者中的陈默群差不少。嘴炮最多的就是咱们的男主王一博了，豆瓣评论区几乎一半的差评都冲着他来。评价这位哥的表现，咱得小心翼翼，因为我家哥哥确实惹不起。总体来说，王一博在这部剧中小有进步，但这个小也实在是小，仅粉丝可见。我家哥哥当然是优秀的，所以我总结了几个影响哥哥发挥的不重要原因。首先，人设太高大上，又是寒门天才，又是金融大鳄，还是我党的钢铁男儿，但王一博真没演出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气质，说他是文盲式演技也并不冤枉。其次，别人太优秀了，就衬托出了你家哥哥不那么优秀。虽说女主李沁的表现不咋地，但跟王学圻、王阳一对比，王一博的演技就有点飘了。男主哥哥去世那一段的哭戏，算是一场飙演技的重头戏，但恕我直言，他的表现真的没有粉丝猛吹的那么破碎和炸裂，就挺尬的。再次，王一博的演技一直以面瘫和呆滞著称，所以在某些场景中，他的演绎与人物状态莫名契合。比如面试落选时，他坐在街头一脸茫然的感觉。再比如，他本来想在沈图南面前表现一番，却被盖上了涉嫌窃取政府机密的大帽子时那不知所措的样子，一时间我竟分不清是演技绝了，还是天赋使然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